公元前455年，智瑶大军压境晋阳，赵无恤生死存亡一线，这一战将开启战国的洪流。孙子兵法中曾有教导：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在一切军事手段里，最不划算的就是攻城。只要还有其他办法，就不要轻易采用这种下策。上兵伐谋，意思是最好的战争手段是通过计谋取胜。其次伐交，则是指通过外交手段削弱敌人的力量。其次伐兵指的是直接用军队作战，而攻城则是在所有选项中最下策的选择。因此，只要在面对晋阳的坚固防御时，必须考虑其他更为有效的策略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攻城战不仅耗时耗力，而且代价高昂。更何况晋阳城池坚固，军民一心，使得攻城更加困难重重。赵无恤退守晋阳时，也曾表示：“民罢利，以完之，又必死以守之，其谁与我？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百姓已经尽力加固了城墙，并且愿意为保卫家园而牺牲生命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智瑶必须找到其他办法来瓦解敌人的士气和力量。站在智瑶的角度来看，放弃这次军事行动似乎是一个划算的选择。毕竟他没有实际损失，并且可以趁机占领赵氏家族的其他地盘，比如长子城和邯郸城。让赵无恤困守晋阳一座孤城，总有一天他会撑不下去。然而在战略层面上，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撤退意味着示弱，韩魏两家对他的畏惧感会减弱，并可能效仿赵无恤反抗他。只有通过正面攻克晋阳城，来展示绝对力量和威权，才能震慑人心，并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对于智瑶来说，强攻晋阳虽然在战术上不明智，但在战略上却是必须的。然而，上一个视频我们讲过，就算智瑶不计代价发动强攻，也很难驱使那么多人去当炮灰。因此他需要赢得漂亮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损耗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智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，利用水利工程代替人力强攻晋阳城。讲到这里，就需要我们了解一下晋阳的地形。晋阳顾名思义，位于晋水的北岸。古人将世界分为阴阳两类，连方位也有阴阳之分，山南水北为阳，山北水南则为阴。因此许多城市和地名都是以此命名。例如晋阳坐落在晋水北岸，淮阴在淮河南岸，洛阳位于洛水的北面，贵阳则处于贵山之南。智瑶的计划相当大胆，引晋水来淹晋阳城。这种打法在军事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，就连孙子兵法都没想到水竟然可以这样用。三家联军以国人围困并灌水城墙，未被淹没的部分仅剩3板高。可惜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过于简略了，只有这样一句话：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，城不进这3板。1板是2尺，3板就是6尺，以当时的度量衡，大约和今天的1米多一点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三家联军包围了晋阳城，引水灌城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部分只有6尺高了。也就是说，大水已经快要没过城墙了。这是很能引发人好奇的，因为很难想象联军怎么能把水位抬到那么高，并且又如何保证引来的水不会从别处泄走。在司马光可以利用的原始材料里，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对这件事的记载同样很简略，这倒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常态。对兵法很重视，而对军事上的工程技术则不甚重视。但是在晋阳之战中，唱重头戏的偏偏是工程师。工程技术的细节可以在水晶柱中找到清晰的答案。联军的水利工程主要分为3个部分：
首先，在济水上游修建堤坝，以拦河蓄水；其次，根据地势挖掘运河，将水流引均在晋阳城周围筑起了一座高高的大堤。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，又是多么惊人的创举！我们读《孙子兵法》会发现，火攻有专门的一章，内容很丰富，但涉及水攻的内容只有寥寥几句话。在火攻一章里提到，故以火佐攻者明，以水佐攻者强。水可以决，不可以夺。在孙子看来，水的军事意义是决，也就是起到阻隔作用。所谓敌人在水一方，但是水不能消灭敌人，水是防御力而不是攻击力。把《孙子兵法》奉为圭臬的人肯定想不到智瑶会将水作为攻击手段来使用。毕竟时代在不断变化，进入战国时期后，《孙子兵法》中的某些策略和战术逐渐被突破，甚至颠覆了。在孙子生活的年代，他或许无法想象到智瑶所达到的工程规模。如果我们采信《史记》的记载，那么《孙子兵法》成熟的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，而揭阳之战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55年。这期间仅仅相隔了约57年，《孙子兵法》已经显露出一些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迹象。其实，就在《孙子兵法》成熟年代的下限，公元前512年，吴国攻打徐国时，就已经运用了修建堤坝蓄水灌城的方法，成功灭掉了徐国。智瑶攻打晋阳的难度远高于吴国攻打徐国，因此其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更高，施工规模也更大。然而，作为一项新生事物，智瑶的水利工程并未尽善尽美。引来的水既不能一下子冲垮城墙，也没能将城里的守军淹死，只是持续泡着城墙，等待哪一天能把城墙泡烂一部分。《资治通鉴》并没有记载围城耗费的时间，如果依据《战国策》，这一过程竟然长达3年之久。兵贵神速，3年实在太久了，因此后人能够很好的吸取智瑶的经验教训。大约1个多世纪之后，秦国名将白起攻打楚国的鄢城时，采用了与智瑶相似的方法，引淹水灌入城中。根据《水经注》记载，水流直接冲垮了鄢城城墙的东北角，导致城内百姓被洪水卷走，尸体堆积在城东，数量达数十万之多，臭气熏天。随着战争手段不断升级，军事著作也需要与时俱进。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重要的半军事专著《墨子》，虽然后人通常将其视为哲学书，但实际上《墨子》中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军事技术内容。如果你是战国时代的一名将军，随身携带《墨子》比带一部《孙子兵法》更为实用。因为《孙子兵法》侧重于军事哲学，且许多战术已经过时，而墨子则以工程师的思维研究具体的军事技术，内容实在，细致入微，可以直接应用。关于水攻，墨子中有一篇名为《背水》，专门从技术角度提供了防御水攻的具体方案。假如赵无恤能够提前读到墨子，他就可以采用这样一种策略，将城内的小船连接起来，作为冲车放出去冲击围城的长堤，从而打开缺口泄洪。墨子不仅详细描述了船队的规模、组织结构和船上兵种的配备，还考虑到了与城头弓箭手的配合方式。此外，墨子甚至考虑到士气问题，出城的人相当于一支敢死队，如何才能让他们拼命作战？如果他们只从自身利益出发，最明智的选择可能是不发一箭，直接向敌军投降。墨子的核心主张虽然是兼爱非攻，其弟子在面对战争时依然秉持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。然而，墨子也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，认为要赢得胜利就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。例如，在伦理学意义上，他并不回避使用必要的恶的方法来确保战斗的成功，例如提前准备好敢死队，并将他们的家人扣为人质，以增强其战斗力。
尽管墨子中的兵法内容在古代和现代世界都未受到广泛重视，但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内容过于具体。这种具体的指导方针虽然实用，却限制了其应用范围的广度。相比之下，孙子兵法因其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而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，不仅适用于2000年前的白刃战，也适用于2000年后的商战乃至办公室内的勾心斗角。这与文艺作品的传播特性高度一致，适度抽象的内容更容易获得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。墨子的传播不利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技术总是抱以轻蔑的态度。高级知识分子耻于谈论技术问题，只有在兵临城下火烧眉毛的时候，技术问题才显得至关重要。或许由此可以看出，在这片土地技术型人才始终不被看重的原因吧。墨家的昙花一现也许是命运的必然。看到这里的朋友可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，咱们或许可以遥相论道，一展无道不孤。赵无恤正面临着这样的险境，城里已经有了一些积水，虽然积水不深，但炉灶已经无法生火了。更加严峻的问题是，这种境况特别让人绝望，因为想不出任何解围的办法。虽然勉强支撑着，但显而易见的是，迟早有一天会撑不住。在这样的绝望气氛里，人心会不会动摇呢？难道大家真的心甘情愿为赵无恤殉葬吗？一个有趣的细节出现了，关于信阳城内的人心向背，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史记》竟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。到底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？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进行探讨。